我在花园修剪花树，突然看到老公命令人放1万只马蜂到女儿的游戏房，并让下人反锁，把窗户关死。我慌了，跑过去跟他说：“孩子在里面，赶紧把门打开。”他冷住脸，眼神里充满了教训的韵味。果真不是自己的女儿，不知道心疼。昨天花被马蜂蛰了，也没见你心疼。你既然做不到爱屋及乌，我就教教你。我瞬间明白，他是在为白月光的女儿出气。3天前，他消失了7年的白月光沈薇薇，突然带着一对6岁的双胞胎女儿回来了，直接把亲子鉴定甩出来跟我说，我不会影响你们的感情，我只是单纯的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得到父爱而已。昨天我在花园修剪花，沈薇薇的大女儿也来玩了会，无意被马蜂蛰了下，可我并不知情，晚上才意外知道了这个事。现在我看着沈薇薇幸灾乐祸地对我笑，我什么都没说，反正里面关的不是我女儿，他们爱怎么出气就怎么出气。好看的精品小说这么多，但心醉言情绝对不容错过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热推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精彩故事立刻开始。我准备了新闻发布会，你必须给花儿隆重道歉，道歉稿必须不得少于1万字，写完拿给我检查。陆承慈冷沉着脸，不容置疑命令我。结婚6年，这是他第一次对我摆脸色。在沈薇薇没回来前，他对我向来是温声软语，话都不曾大声说一句。3天前，他也信誓旦旦跟我保证，我只想尽到父亲的责任，给予2个孩子父爱，没有别的心思。没想到打脸的来得那么快，才第3天，他为了沈薇薇的女儿，要把我们的女儿往死里教训。沈薇薇故作委曲求全道：“算了，承慈，不能拿亲妈的标准要求后妈。陆伯伯和陆伯母本身就不喜欢我，我跟孩子受点委屈没时磨的。”说着挤出眼泪，假惺惺的抬手擦。他成功挑拨离间了。陆承慈满眼愧疚和心疼地安慰他：“对不起，薇薇，你跟女儿刚回来就受委屈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我就是你们的靠山，谁都别想欺负你们母女。”说话间，不远处的游戏房间传来沈鱼儿撕心裂肺的哭喊声，夹杂着马蜂嗡嗡的叫声：“救命！救命！放我出去！”马蜂的声音不大，但成千上万的马蜂同时发出声音，那就是很大的嗡鸣声了，导致沈鱼儿的声音跟平常有点不一样。我心里翻涌起骇浪，终究还是跟他说：“我会写发言稿，把孩子放出来吧。里面的是鱼儿，别闹出人命了。”我在心里下定决心，会把所谓的发言稿写成离婚声明。鱼儿跟花儿一起在家看电视呢。桑宁，我知道你心疼自己的女儿，但也没必要撒谎啊。再说了，不过就是些蜜蜂，又蛰不死人。昨天花儿不也是被蛰了？沈薇薇阴阳怪气地提醒陆承慈，让刚刚动摇想开口放人的陆承慈骤然更加生气了。桑宁，你到现在没有一点悔过的样子，居然还撒谎。难怪花儿和鱼儿说佑恩不喜欢他们，我看都是你教的。今天必须得好好教训佑恩，不然以后更不会把2个姐姐放在眼里。话落，他生气地命令下人把笔和本子扔进去，让他写5000字的道歉信，不写完不许出来。下人觉得有点太残忍了，斗胆提醒陆承慈：“陆总，小姐今年才5岁，只学了字母和少许拼音，并不会写字，会不会？”沈薇薇瞪了眼下人，那眼神就跟要吃了他一样。面对陆承泽时，又恢复了白莲花的温柔样子。那就当让佑恩用拼音写，其实也有好处的，全当是帮佑恩复习了。陆承泽听了，毫不犹豫又命令下人告诉他，就算用拼音拼，也得给我拼出5000字。下人从窗口扔进笔和本子，拿着大喇叭传达命令：“小姐，陆总让您用拼音拼写5000字道歉信，写不完不许出来。”下人捂着耳朵不敢靠近，听着那刺耳蜂鸣声，生怕飞出只马蜂蛰到自己。大门被撞得哐当作响，沈鱼儿嗓子都哭哑了：“放我出去，我要被蛰死了！放我出去！救命！”从游戏区到茶亭，距离不远不近，马蜂嗡嗡声混着小女孩求救声清晰传来，以至于沈薇薇这亲妈都没听出被关的是自己女儿。见我杵着不动，沈薇薇提醒陆承慈：“既然佑恩写道歉信了，桑宁就不用了吧，只盼他以后别再针对我女儿。”说着，娇滴滴诉苦：“我不是称职母亲，这么多年让俩孩子吃苦，以前孩子犯错，我都让他们在太阳底下写道歉信，才教得这么好。如今能回陆家，我很感恩。
陆承慈像是得了启发，对沈微微越心疼，对我就越凶。你去太阳底下去写1万字检讨。茶厅里开着24度空调，外头却是42度高温，正是一天最热时候。我冷哼一声，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碎掉了。沈微微见我冷笑，越演越来劲。桑宁，当年我为石魔带球跑，让承慈误会我这么多年，你心里清楚，我已经够能忍了。有气冲我来，孩子无辜，求你别伤害我孩子。他这话把我说得一头雾水。7年前明明是他嫌弃陆家破产，连夜偷跑去国外，这事还是陆承慈告诉我的。什么叫我比谁都清楚？陆承慈心疼地把他搂怀里，冷眼看向我，你这种女人，让你在太阳底下写检讨都是便宜你，要不是微微劝我，这是莫完。我心灰意冷，盯着他反问，我这种女人，呵呵，既然这样，离婚算了，你折腾这么多，不就想逼我离婚吗？沈微微抢先说道，桑宁，我和承慈没这意思，你明知陆伯伯和陆伯母不会同意你们离婚，明明你做错事，为什么老拿陆伯伯和陆伯母压我们？我目光犀利盯着沈微微，她还真挺会带节奏，是我不要她了，我想离婚。公婆问起来，我会说是我提的。陆承慈皱眉冷哼，为了不写检讨，你宁愿离婚？对，他眉头皱得更紧，难以置信看着我，忽然一笑，像是松了口气，这可是你自己提的，怨不得我，我同意，但你想现在签字离婚，还得写1万字道歉信，这是你欠微微母女的。我咬着后槽牙，不敢相信这是曾经爱我入骨的丈夫。他吩咐律师准备离婚协议书，还让下人给我纸笔。我接过纸笔，狠狠朝他脸上砸去。陆承慈，是你欠我，我不欠任何人，别太过分，不然你会后悔。他眼睛刺痛，闭了下眼，鼻子被砸出红痕，瞬间怒目瞪我。沈微微心疼他，不越推我一下，怎么能打人呢？说完，当着我面温柔吹着陆承慈鼻尖，很疼吧？我给你吹吹就不疼，你以前最喜欢我给你吹了。这时，下人脸色焦急跑来汇报，陆总，小姐情况不对，说被蛰得厉害，快不行了，您看要不要开门？沈微微生怕陆承慈心软放人，赶忙说，小孩子就爱演这种过家家，一会儿装死，一会儿扮嫁人，这个年纪孩子都这样。他顿了顿，话里有话问陆承慈，佑恩平时爱撒谎吗？我看过些小孩方面书，有的孩子犯错怕罚，就会装死吓大人。陆承慈皱眉想了想，佑恩平时不撒谎，但这3天因为花儿和鱼儿回来，撒过几次谎，那他肯定是装的。小孩子就得从小严管，不然长大就学坏难管了。陆承慈信了沈微微，丝毫不动摇，对下人道，别管他，写不出5000字道歉信不许放出来。下人鼓起勇气提醒，陆总，里面声音不像是佑恩小姐，佑恩小姐今天去上外教课，还没放学。沈微微阴阳怪气对下人，还挺忠心，会给小主子找借口。下人小心翼翼说，沈小姐别生气，我说的是实话，呵呵，实话。沈微微立刻掏出手机打电话，还故意开免提，花儿，你姐姐呢？姐姐在睡觉，刚睡住。行，你们在家乖乖的，爸爸妈妈一会儿去找你们。沈微微挂了电话，高傲看了下人一眼，又看看我，讥讽道，找借口都不会。陆承慈瞪我，佑恩都是跟你学坏了，满嘴谎话。我觉得好笑了笑下，真是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。沈微微见我这时候居然还笑得出来，心里更火大，立马怂恿陆承慈帮他出头。桑宁，你女儿在房间里被马蜂折磨，你居然还笑得出来，你算哪门子合格的妈？你自己女儿都不心疼，当后妈又怎会对我女儿好？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陆承慈也满脸失望地看着我，桑宁，你根本不配当我女儿的妈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毫不示弱对回去，那就离婚啊，这样你就不用担心我对沈微微女儿不好了。这时律师来了，恭敬地问陆承慈，陆总，离婚协议书怎么写？陆承慈看了一眼，开口道，给他50万，抚养权归我，以后他莫探视权。呵，堂堂首富陆家，离婚就给我50万，这还没我耳上一颗耳坠值钱呢，简直就是打发乞丐。我不同意，女儿归我，至于财产，你没资格分割。当初陆家破产，是我陪他一起打拼，才有了今天的地位。他气到发笑，你哪有当母亲的样子？说完还提醒我，你别忘了，现在陆家掌权的是我爸，
财产你莫全分，想要我签字，女儿必须归我。沈薇薇一心想上位，赶忙怂恿她，承辞，你就签字吧，佑恩留在这，我怕他使坏欺负花儿和鱼儿，至于财产，一分都别给他，这么多年他吃你的，穿你的，住你的，已经占了你不少便宜，你别跟他废话，让人摁着他的手签字就行。这会儿沈薇薇说什么，陆承泽就信什么，他毫不犹豫命令2个保镖摁住他签字，不签也得签。2个高大的保镖一左一右把我摁住，我就像个木偶一样被控制，手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名字。我心里一点都不慌，我能让他东山再起，自然也能让他一无所有。沈薇薇得逞地朝我笑了笑，装作等了很久的样子，问下人，佑恩这孩子到现在都还默写好5000字吗？下人恭敬回答，小姐默写，躺在地上可能被遮得不清，这孩子真是惯坏了，这不就是爱待空调房，在里头跟马蜂玩游戏吗？沈薇薇表面上假惺惺的吐槽，陆承慈被他的话牵着走，立刻命令下人把空调给我关了。是39度的高温天，没了空调，还和上万只马蜂待在一个房间，这孩子怕是命都难保。沈薇薇还觉得不够，嘴里嘟囔着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，当妈的死活不写道歉信，女儿也一样。就因为这句话，陆承慈对我彻底没了耐心，凶神恶煞地威胁我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再不写，我就找人把桑家往死里整，让你父母坐牢，让你哥破产，家破人亡。你知道我有这实力。我冷哼一声，毫不畏惧，随便你。白眼狼，他瞪着我，气得直接打电话命令手下给我把桑家狠狠整一顿。我鄙夷地看着他，他还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。我桑家他可动不了，真是过了几天好日子就找不着北了。2个小时后，终于到了女儿放学的时间，不远处传来佑恩甜甜的声音，爸爸妈妈，我放学了。沈薇薇和陆承慈听到这话，庞福五雷轰顶，整个人都慌了，怎么可能？房间里的人到底是谁？沈薇薇脸色难看极了，声音都带着哭腔，整个人止不住的颤抖。佑恩扑到我怀里，甜甜一笑，妈妈，今天英文老师教了我们新单词。我把5岁的女儿抱在怀里，温柔地夸她，我们佑恩真棒，今天在辅导机构开心吗？很开心。女儿回答完我的问题，还礼貌地跟沈薇薇打招呼，沈阿姨好。沈薇薇脸色惨白，额头全是冷汗，陆承慈的脸色更差，两人发疯似的往游戏房冲，一边跑一边大喊，开门，快开门，开门，鱼儿，我的鱼儿。下人赶忙把封死的大门打开，我立刻把茶亭的玻璃门从里面反锁，防止飞出的马蜂蛰到我和女儿。哐当一声，大门开了，密密麻麻的马蜂从房间里飞出来一部分，放眼望去，黑压压一片，下人被蛰得捂着头躲避。沈薇薇和陆承慈冲进去，不到1分钟就被蛰得满脸是包。陆承慈抱着被蛰得不成人样，浑身都是红包，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。沈鱼儿10万火急地冲出来，叫医生，快叫医生！他急得额头青筋暴起，那模样庞福与死神赛跑的是他自己。沈薇薇被吓傻了，腿软的摔了好几跤，跌跌撞撞的哭着喊，救救我的鱼儿，救救我的鱼儿！慌乱中，他被陆承慈甩在后面好一段距离，他又一次腿软摔倒在地，爬起来时无意间看到我抱着孩子站在茶亭，像个看客一样盯着他们。沈薇薇脸色瞬间变得阴狠，像头饿狼般朝我扑来，那架势像是要把我碎尸万段。他用力拽门把手，拉了几次，发现门被我反锁后，沈薇薇发狂地拍着玻璃门，冲我怒吼，桑宁，你这贱人，你给我出来，我要杀了你！你明知道里面是我女儿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你就是杀人凶手！我女儿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杀了你，我一定杀了你！我轻轻摁住女儿的头，让她脸贴在我肩上，背对着沈薇薇这个疯子，我就静静地看着她目眦欲裂、发疯的样子。她刚骂几句，就引来了不少马蜂，被蛰得受不了的她对我放下狠话，你给我等着。好，我等着，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呢，我可比她更迫不及待。沈薇薇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跌跌撞撞地去追陆承慈。等马蜂散开，我给我哥打了个电话，来接我和佑恩吧。我跟陆承慈离婚了，估计会闹得很大。我哥正在气头上，但对我说话的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。
陆承慈这家伙真是欠收拾，居然敢让人整丧家。现在有你这话，我就放心放手整他了。我现在就过去接你。挂了电话，我抱着女儿准备离开陆家，没想到在大门口被陆承慈的保镖强行带回他面前。他怒不可遏地质问我：你明知道里面是鱼儿，为什么不阻止我？你的心怎么这么狠？他气得浑身发抖，整个人就像个大火球。佑恩在我怀里被吓哭了，怯生生地求他：爸爸，你别凶妈妈。陆承慈失去了理智，抬手就给了我一个响亮的巴掌。啪！这巴掌清脆响亮，他手劲很大，顺带扇到了我女儿的脸，她疼得哇哇大哭，稚嫩的脸上立刻出现一道刺眼的红痕。陆承慈却没有丝毫心疼，依旧怒不可遏地质问我：你是不是故意想害死鱼儿？你这个毒妇！现在鱼儿昏迷了，可能一辈子都成植物人了，你满意了吧？是不是？他掐住我的脖子，使劲摇晃，像要吃人一样瞪着我。沈微微发疯似的冲过来打我：你害我女儿，害我女儿！桑宁，你毁了我一辈子的幸福还不够，还要我女儿的命！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不得好死！他那细长锋利的指甲恶狠狠地掐进我胳膊的肉里，一阵钻心的疼从心脏传来。我怒不可遏，用力甩开他。沈微微猝不及防，摔倒在地。我紧接着狠狠给了陆承慈一巴掌，然后赶忙把女儿放下，让管家看护，保护好小姐。管家吴妈跟了我6年，是我现在唯一能信任的人。她赶忙把我女儿抱在怀里护着。现在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反击了。陆承慈被我打了一巴掌，气得脸色爆红，再次抬手要打我，不知悔改的贱人。就在他巴掌快要落到我脸上时，我抬脚猛踹他的裆部，狠狠一脚下去。啊！他疼得额头青筋暴起，捂着腹部直不起腰，咬牙切齿，目光像利剑一样瞪着我。陆承慈，我真是给你脸了，我这6年的真心都喂狗了。沈微微从地上爬起来，凶神恶煞的又冲过来要打我。桑宁，我跟你拼了！你这贱人，今天必须给我女儿偿命！我抬起脚，对准他的腹部狠狠踹了一脚，他像片弱不禁风的纸一样倒在地上，疼得大叫。趁他俩暂时没力气还手，我气愤地讥讽他们：你们还有脸说这话？从你们一开始把马蜂放进去，把门反锁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过你们里面是沈鱼儿。后来佣人也提醒过你们，是你沈微微狂妄自大，根本不信。今天这局面完全是你们咎由自取。我越说越气，目光再次落在陆承慈脸上时，真恨不得从来没认识过这个男人。陆承慈，我真没想到你会对我和佑恩这么狠。如果被关在里面的是佑恩，现在成植物人的是佑恩，你还会这样吗？佑恩可是你亲生女儿啊，她才5岁，你放1万只马蜂进去，这分明就是要她的命。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陆承慈咬牙切齿地否认，我让人放的都是温和的蜜蜂，蛰不死人，我只是想给佑恩和你一个教训而已。说完，他怒不可遏地命令保镖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人给我绑起来。几个保镖朝我走了过来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熟悉的吼声，我看谁敢！只见我哥带着上百名穿着统一、浑身散发着压迫感的手下，浩浩荡荡的大步走来。舅舅，舅舅，呜呜，舅舅！女儿从管家怀里挣脱出来，朝着我哥跑去。我哥那张威严的脸，一看到女儿，瞬间变得温柔。他把女儿抱在怀里，女儿哭哭啼啼的告状：爸爸和沈阿姨欺负妈妈，我听妈妈说，爸爸要把我关在房间里，让马蜂蛰死我。呜呜，舅舅，爸爸不爱我了，他有了另外2个女儿，就不爱我了。我鼻子一酸，眼眶忍不住湿了。被背叛、被羞辱、被伤害的时候，我都能忍住不哭，可听到女儿说爸爸不爱她，心里顿时涌起一阵苦涩，只觉得对不起她，给她找了这么个混账父亲。陆承慈赶忙否认：佑恩，爸爸爱你呀，爸爸怎么会不爱你呢？佑恩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鼻涕眼泪呼了一脸。以前的爸爸爱我，也爱妈妈，可自从沈阿姨带着姐姐回来，爸爸就不爱我们了。我哥心疼地给佑恩擦眼泪：佑恩乖，不哭了，以后舅舅疼你，舅舅最爱佑恩了。哄了几句后，他就让手下先把佑恩带下去了。陆承慈见状，激动地冲过来要抢孩子：我女儿，凭什么你带走？我哥冲上前，狠狠一拳揍在他脸上：凭什么？你还有脸问凭什么？
就凭佑恩是我妹妹差点难产才生下的宝贝。陆承慈，你根本不配当父亲，以后你别想再见到佑恩。为了外面的女人，你竟敢害桑家，今天你动一下试试。陆承慈脸被打得歪到一边，踉跄2步，差点摔倒，站稳时鼻血已经流了出来。他看着我哥身后那上百名雇佣兵，眼中的怒气里多了几分忌惮。他心里清楚，能调动上百名雇佣兵的人，身份和能力都不容小觑。你个逆子，为了个贱货，这么欺负我好儿媳妇，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外面传来公婆急匆匆的脚步声，两人总算是赶来了。婆婆冲过来，气得胸脯剧烈起伏，狠狠给了陆承慈一耳光。混账东西，桑宁这么好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对她？公公也是怒不可遏，抬腿就是一脚踹向陆承慈。你是不是忘了，陆家怎么才有今天的？沈微微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，扶着陆承慈替他说话。伯父、伯母，你们误会了，这事不怪承慈，是桑宁把鱼儿害成了植物人。婆婆像看脏东西一样，抬手就给了沈微微一个响亮的耳光。贱人，这儿没你说话的份。7年前我不认你，7年后你带着孩子回来，我还是不认。我陆家只认桑宁这一个儿媳妇。说完，公公一脸愧疚地向我哥道歉，非常抱歉，桑先生，是我们的错，我真诚向桑家道歉，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。陆承慈见不得父亲对我哥低声下气，理直气壮地反驳：爸，你是长辈，干嘛跟他道歉？这事儿你根本不清楚怎么回事。公公气的又是重重一巴掌扇在陆承慈脸上，之前被我扇的红痕还没消退，这会儿又多了个清晰的五指印。公公气得浑身发抖，脸色铁青。混账，桑家也是你能招惹的，他可是 HV 集团的掌门人，只不过一直低调，从不透露身份罢了。7年前，要不是桑宁和桑先生帮忙，陆家哪有今天的地位？陆承慈愣了一下，先是惊讶，随后眼神里多了恭敬和骇然。他故作镇定地看了我一眼，桑宁，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。还莫等我回答，婆婆就恨铁不成钢地捶了他手臂2下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了解宁宁吗？她向来做事不邀功，低调内敛，是个好女人。被婆婆这么一夸，沈微微心里不爽了，故意说出我和陆承慈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书。伯父、伯母，其实桑宁已经主动提出和承慈离婚了，他们的离婚协议都签了。他这话的意思很明显，就是说我已经不是陆家的人了。公婆作为陆承慈的亲生父母，不该胳膊肘往外拐，而应该一致对外。公婆一听，顿时愣住了，又失望又恼怒地瞪着陆承慈。律师很识趣，赶紧双手把离婚协议书递给公公看。公公看到协议书上我只要女儿抚养权，还净身出户，顿时怒发冲冠，连着扇了陆承慈3下。他那原本冷白的手掌都扇红了，嘴唇颤抖，气得像心梗一样，手指着陆承慈，抖得厉害。你个逆子，谁让你这么欺负宁宁的？我不许你们离婚！公公每说一个字，怒气就中1分。婆婆怕公公气出病来，一边给他拍背顺气，一边给陆承慈下最后通牒，给宁宁下跪道歉。这个家不能没有宁宁，我不许你们离婚。陆承慈没想到亲生父母居然站在我这边，自嘲地冷笑了几声，像是受了极大的伤害。几秒钟后，他像是下了10头牛都拉不回的决心，把心里的委屈一股脑以斥责和埋怨的方式倒了出来。这个婚我离定了。7年前，我和微微被你跟桑宁用手段拆散，还设计让我娶了桑宁，才害得微微母女3人在外面过了7年苦日子。这一次，谁都别想再分开我们。爸妈，微微哪点比不上桑宁？说着，他食指指着我，眼神里只有无尽的恨意。我和微微的爱情，他永远比不上。这么多年了，我终于知道真相。这次我一定要保护微微母女。他居然说知道真相，呵呵，真是蠢到家了。一直没开口的我，坚定地表明，这个婚我离定了。不光离，我还要打官司，瓜分财产。不用打官司。公公声音不大，却充满震慑力。他直接宣布，既然宁宁决定离婚，我们支持她，陆家所有财产，还有我们老2口，都归宁宁。从今后，宁宁就是我们亲女儿，你陆承慈不再是陆家人。陆承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愣在原地，怎么也想不到亲生父母竟宁愿跟他断绝关系，也要站我这边。结婚这6年，我对公婆孝顺有加，一门心思扑在这个家。在他们眼中，
我绝对算得上是100分的好儿媳，他们也一直待我如亲生女儿，对我女儿更是疼爱至极。在沈薇薇回来之前，我们一家一直都是外界眼中幸福美满的典范。陆承慈心灰意冷，自嘲地笑了笑，心里憋着一股犟劲，似乎笃定爸妈不会真的为了我就不认他这个儿子。他咬着牙，绝不妥协地放狠话：行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次就算天塌下来，我也不会放弃沈薇薇。我冷笑一声，讥讽地鼓起掌，那可真是要恭喜你们了，希望你们能长长久久。陆承慈像被我这话刺痛了，眉头一皱，半是生气半是无奈地瞪了我一眼。公婆赶忙又给我哥道歉，然后命令陆家保镖把陆承慈、沈薇薇还有他女儿都给我赶出去。沈薇薇一听，急得跳脚，赶忙阻拦：鱼儿可是您亲孙女啊，您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把她赶出去？公公脸色一沉，冷哼一声，目光如冰刀般盯着他。我陆家只认陆佑恩这一个孙女，其他的我一概不认。说完，不耐烦地扫了眼保镖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保镖们像是接到圣旨，10个人一拥而上，把陆承慈、沈薇薇和沈鱼儿一股脑地往外赶。此时的沈鱼儿躺在病床上，身上插着呼吸机，脸被马蜂蛰得红肿变形，简直像个被毁容的怪物。他们一家3口就像丧家犬一样被赶到了大门外。陆承慈还信誓旦旦地跟沈薇薇保证：薇薇，你放心，我有能力，也有信心再创立一个陆氏集团，肯定不会让你们母女3人吃苦。我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意，倒要瞧瞧他到底怎么东山再起。随后他们便故作高傲地离开了。1个月后，我顺利拿到了离婚证。1个月末现，陆承慈脸上那股傲气还在，眼神里依旧透着不后悔跟我离婚的劲儿。走出民政局，他盯着我的脸，眸光中闪过一丝复杂，阴阳怪气地动了动嘴唇。我现在不怨你了，因为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而你没有。我爸妈只是一时在气头上，不会真不让我回陆家。希望你善良点，别再挑拨离间。对了，我打算跟薇薇结婚了。我淡淡一笑，不紧不慢地从包里拿出一份资料递给他。恭喜啊，毕竟夫妻一场，就送你一份新婚大礼吧。他满脸狐疑地看着我，还是伸手接过了资料。这什么意思？那眼神彷佛在说我肯定没安好心，没什么特别意思，你看看就明白了。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后翻开资料，第1页上全是沈薇薇跟她7年前最铁的哥们刘昂的亲密合照。他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，阴沉的庞佛能滴出水来，没再往下看，第一反应就是冲我发火：你怎么还是这副德行？都这时候了，还往薇薇身上泼脏水？刘昂早死了，你就是故意往死人身上抹黑，好来个死无对证是吧？他气得脸从红到脖子根，眼里的怒火简直要喷出来。我平静地看着他发火，朝旁边的保镖使了个眼色，保镖心领神会，立刻去车里把人带了出来。当刘昂被保镖带到陆承慈面前时，他就像现了鬼一样，惊恐地往后退了一步。不可能，昂子！刘昂羞愧地低着头，根本不敢直视陆承慈的眼睛。我在一旁幸灾乐祸道：他就是刘昂，7年前他是假死，目的就是和沈薇薇一起设计搞垮陆家，然后卷走陆家所有财产，跑到国外逍遥快活。他们俩早就背着你在一起了，直到1个半月前，刘昂把钱都输光了，沈薇薇看不到指望，才带着2个孩子回来找你。孩子确实是你的，但沈薇薇原本想打掉，是医生说打掉后她就没机会当妈妈了，她才把孩子生下来。当年我跟你在一起，那时候你失恋抑郁，是我以朋友的身份一次次开导你，后来确认关系是你主动的，婚也是你主动求的，怎么就成了我设计拆散你们了？这锅我可不背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陆承慈犹如遭受天崩地裂，额头青筋暴起，整个人像发了疯的狮子，一拳就把狼狈的刘昂打倒在地，发出瘆人的怒吼：畜生，我拿你当兄弟，你居然这么算计我，人渣！我今天打死你这个人渣！他骑在刘昂身上，完全失去理智，一拳又一拳狠狠砸在刘昂脸上。就这样持续了10分钟，刘昂被打得满脸鲜血，像案板上快死的鱼，彻底没了反抗的力气。就在这时，沈薇薇拿着身份证和户口本，急匆匆地赶来领证。她还想着，早晚有一天陆府陆母会让陆承慈回陆家，只要自己这时候不离不弃，肯定能得到2老认可。可没想到，
来到民政局门口，他彻底傻眼了，看到被打得半死的刘昂，他心里明白一切都完了，下意识转身就跑。陆承慈已经完全丧失理智，几步追上去，一拳把沈薇薇打倒。贱人，我真心对你，你却一次次害我，我的家都被你毁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沈薇薇疼得在地上爬不起来，陆承慈怒不可遏，又狠狠踢了她一脚。沈薇薇顺着楼梯滚下去30多米，砰的一声撞到石墩上，当场头破血流，没了气息。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，连续好几天都挂在热搜上。陆承慈被逮捕，刘昂也因为伤势过重，没抢救过来死了。2条人命摆在这儿，陆承慈最终被判了死刑。沈薇薇的双胞胎女儿被送去了福利院，我公婆依旧不认，而我成为了陆家的继承人，把公婆当作亲生父母般对待，日子过得顺风顺水，事业也蒸蒸日上。全文完。第2个故事，和男友恋爱长跑6年后，我终于松口答应嫁给他。可婚礼当日，他抑郁症发作，把自己的胳膊撕扯得鲜血淋漓。好在台下的心理咨询师及时把他带走，才没出意外。看着2人离去的背影，我平静地摘下头纱，扔掉戒指，这婚我不结了。所有宾客都在劝我，男友妈妈更是跪在地上，抱着我的腿苦苦哀求：小何，若安只是生病了，等他好点了，我就让他给你道歉。你俩孩子都有了，这婚礼不能取消啊。赵若安的兄弟更是抹着泪劝我，你是若安活下去的唯一动力。这场婚礼他判了6年，你要是走了，跟要他的命有什么区别？我嗤笑一声，当即预约了流产手术。那就让他去死，少在这道德绑架我。好看的精品小说这么多，但心醉言情绝对不容错过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热推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立刻开始。话音落地，赵母哭嚎着扑过来，死死地抱住我的腿。小何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啊？这些年若安对你怎么样，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，她只是今天突然发病了，不是故意抛下你的啊。众人看着我也是满脸的不敢置信，哪有婚礼当天悔婚的？新娘怎么回事？这不是把男方的脸按在地上摩擦吗？太不可理喻了，病发是突发情况，怎么能因为这个悔婚呢？宾客们议论纷纷，对着台上的我指指点点。我冷笑一声，一脚把赵母踹开，说好听点是抑郁症，说难听点就是个废物。要不是他求了我6年，我怎么可能答应嫁给他？既然他不愿意结婚，那刚好一拍两散。程玉轩赶紧把赵母从地上扶起来，他朝我狠狠地啐了一口，指着我怒声咒骂：苏荷，你别忘了若安的抑郁症是怎么得的，他对你和肚里的孩子有多看重，你不是不知道。你把孩子打了，这不就是要他的命吗？就连爸妈也觉得不可理喻，纷纷开口劝我：是啊，小何，若安是个好孩子，今天抛下你也是因为发病了，总不能因为这个就不结婚了吧？你们在一起6年，孩子都有了，怎么能说散就散？任凭他们怎么劝都无济于事。我3两下撕掉婚纱下摆，随手抄起消防斧朝身后的巨幅婚纱照砸下去。照片上恩爱无比的2人瞬间分成2半，宾客们全都傻眼了。婚我不结了，孩子我也不要了，告诉赵若安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话音刚落，一巴掌狠狠扇在我的脸上，力道之大，扇得我耳边嗡嗡作响，一丝鲜血顺着嘴角流下。爸爸满脸的恨铁不成钢，刚扇下来的手颤抖着举在半空。当初你被绑架，是若安用自己把你换回来，他在绑匪窝受了半个月的折磨，这才患上抑郁症。现在你要一走了之不负责了，我跟你妈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不知感恩的东西？看见他眼里的失望，我的心一阵抽痛。他们只看到赵若安对我的付出，却没人看到这些年我被抛下的一次又一次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婚你不结也得结，我跟你妈半辈子的清誉不能毁到你手里。爸爸咬牙切齿，抓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台上拖，我剧烈挣扎着，指甲死死抠进墙里，食指血肉模糊。妈妈捂着嘴哭得泣不成声，却还是上前帮爸爸一起把我往台上拖。我不嫁，你们放开我！突然一道脆弱的男声在身后响起，我顿时后背一僵。小何，你不要我了吗？赵若安满眼难过地站在台下，无意识地抠弄着自己的伤口，刚包扎好的纱布又被染红。小何，对不起，你能不能再等等，等我病好？他语气带着哽咽。
小心翼翼地朝我靠近，却被跟他一起出现的女人一把拉住。傅思然深吸一口气，突然向我90度鞠躬：“苏小姐，如果您是因为我带走若安而生气，大可不必。我是心理咨询师，病人病发时及时安抚是我的职责。我和若安之间清清白白，只是医患关系，不像您想的那样。若安现在心理防线很脆弱，可以说您和孩子是她在世上唯一的留恋。如果您现在离开她，没人能保证她还有没有活下去的念头。”赵母痛哭出声，拉住我的手哀求：“我就这一个儿子，我求你了，小何，别不要他。你要是走了，他真的活不下去啊！算我求你，我给你跪下行不行？”年过半百的老人说着就要给我下跪，众人指责的声音快把我淹没。我一把抓住他肩膀，阻止他下跪。这一跪，我可承受不起。就在所有人以为我会回心转意时，我冰冷的眼神却落在赵若安身上。活不下去就去死。这话一出，全场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指责我说话太狠。赵母捂嘴痛哭：“你们在一起6年，怎么能说出这么绝情的话？”赵若安身子颤抖得越来越厉害，双眼逐渐失神，嘴里无意识念叨着什么。傅思然脸色一变，死死抱住他胳膊：“若安，你别激动。”可此刻暴怒的赵若安谁都按不住，几下就把他甩到一边。突然，他朝我扑过来，一把夺走我身后的消防斧，痛哭着看向我：“对不起，小何，对不起，如果没有你和孩子，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欲望了。”说完，他高高举起消防斧，对着自己脖子就要砍下去。我瞳孔猛地一缩，赶忙伸手阻拦，却慢了一步。傅思然扑进他怀里，强硬地抢走他手里的消防斧，胳膊被划出一道长长的血痕。他哭着抱住赵若安的腰，哽咽道：“若安，你还有我，还有家人，你不是只有他啊！”伸出去的手僵在原地，我默默捂住往外渗血的伤口，莫让任何人看到。那是刚才拦赵若安时被他手里消防斧砍伤的。傅思然胳膊上的血迹让赵若安恢复了些理智，看到他胳膊被染红，他顿时慌了，颤抖着手去擦血。“思然，疼不疼？快点叫救护车！”他一把抱起傅思然朝门口冲去，冲到一半，像是想起什么，突然扭头看向我：“小何，我先送思然去医院，我们的事等我回来再说。”看到傅思然受伤，他抑郁症好像瞬间好了，哪还有刚才要死要活的样子。我狼狈地站在台上，胳膊上流下的鲜血染红了婚纱，任凭台下的人对我指指点点。突然，爸爸冲上台，抬脚狠狠踹向我的胸口：“不孝女！现在你满意了？”我被踹得一个趔趄，身子不稳，摔倒在地，没人扶我起来，就连妈妈也嗔怒地瞪着我：“大喜的日子被你搞成这样，苏荷，我对你太失望了，以后我们就当没你这个闺女，你也别再叫我妈。”这失望的眼神像一把把尖刀，把我的心扎得千疮百孔。众人散去，我捂着伤口在地上摸索，终于找到那枚扔掉的戒指，银色对戒，是我和赵若安亲手打造，内侧还刻着永结同心，可那心字上面有个不明显的指纹，是做戒指时傅思然印上去的，虽然不显眼，却足够膈应人，就像他在我们感情里的位置，让人反感却又摆脱不了。我把戒指扔进下水道，看着它被水冲走，给我们这段感情画上句号。做完这些，我就去了医院，未免夜长梦多，花了点钱把流产手术提前。赵若安给我打了很多电话，我烦得不行，直接关机，这才清静，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，冰凉的器具伸进体内，把胎儿从子宫挖出，刺骨的疼痛让我浑身打颤。最后我沉沉睡去，再醒来时，手术已经结束。我恍惚地伸手摸向小腹，曾经我那么期盼这个孩子降临，可我们母女还没来得及见面，就天人永隔。我不顾医生让住院的要求，执意收拾东西回家。赵若安还没回来，屋子里冷冷清清，她喜欢冷色调，家里东西都是暗沉的黑灰色，看着压抑。我回到房间收拾行李，既然不结婚了，也没必要继续住在一起。家里属于我们的回忆很少，不像其他情侣，什么东西都成双成对。相反，我们的东西分得很清，就连水杯、形态、颜色都不一样，完全不像两个人住在一起。属于我们的合照更是少得可怜。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满心欢喜地把我俩合照摆在卧室，就盼着赵若安一睁眼就能瞧见。哪晓得傅思然瞧见后，什么都没说，
直接把相框摔得粉碎。你就是若安发病的罪魁祸首，要是让他天天看着你的脸，这病什么时候能好？打那以后，家里关于我俩的痕迹统统没了，到处摆满傅思然的东西，他的手办、衣服、化妆品，哪哪都是。我质问他，他就轻飘飘一句话，想淡化你在若安心里造成的伤害，只能强化另一个人的存在。我这是在给他治病，你不会阻拦吧？我比谁都盼着赵若安的病赶紧好。听他这么讲，也只好算了。一直到我收拾完行李准备走人，突然瞧见床垫下有本相册露出一角，我好奇拿出来一看，刚翻开，脸色刷的就变了。照片上的两人笑得多开心呐，正是赵若安和傅思然。我的手指止不住颤抖，轻轻抚上照片里的男人，他脸上的笑容跟我在一起时压根没见过。一整本相册全是他俩的合照，我都不知道这些照片什么时候拍的。不知不觉中，傅思然都已经渗透进我们生活，在赵若安心里留下这么深的印子。就在我发呆的时候，大门咔嗒一声开了，赵若安小心翼翼扶着傅思然回来，我赶忙抹了把脸上的泪，平静看向他俩。赵若安瞧见我，下意识松开手，忐忑地朝我走近一步。小何，你怎么样了？孩子没事吧？突然，他瞅见我胳膊上的伤口，一下子着急起来。你胳膊怎么了？什么时候受的伤？怎么不包扎一下？我忍不住冷笑。刚刚他眼里只有受伤的傅思然，哪能注意到我也受伤了？他刚要冲过来查看我伤口，就被傅思然拉住。他主动解释说，若安的病有加重的迹象，我得24小时守着他，就怕他发病做出什么危险的事，像是怕我拒绝。紧接着又补上一句，这都是为了治好若安的病，你不会阻拦吧？我看向赵若安，他眼神闪躲，我无所谓，耸耸肩，行啊，那你就搬进赵若安房间呗，刚好能24小时盯着他。这话一出口，傅思然眼里闪过一丝欣喜，赵若安却慌了神。小何，你……话刚说出口，就被傅思然拉住。他摇摇头，凑到赵若安耳边轻声说，你忘了我怎么跟你讲的，想把病治好就得跟他保持距离，病好了他才会跟你结婚。听到这话，赵若安到嘴边的话一下子咽回去了。我见状冷笑一声，扔下手里的相册就准备走。这时他俩才瞧见我手里的相册，赵若安瞳孔猛地一缩，也顾不上傅思然刚才说什么了，赶紧追上来跟我解释，小何你别生气，这相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傅思然嗤笑一声，无所谓，耸耸肩，看我的眼神满是挑衅，这不过是为了加深若安对世间的留恋才拍的，你不会连这个都要生气吧？我没搭理他，拎起行李箱绕过他俩就走。赵若安死死拉住我的手，满脸都是被抛弃的恐慌。你要去哪？你要走吗？你真的不要我了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冷冷瞥他一眼，婚都不结了，我俩也没理由继续住一块儿，祝你们俩白头偕老，看我不像开玩笑。赵若安彻底慌了，拉着我的手苦苦哀求，甚至直接跪下来求我别走。正拉扯着，大门哐当一声被踹开，我爸妈和赵母怒气冲冲站在门口，瞧见我手里的行李箱，爸爸火冒三丈，抬脚狠狠踹在箱子上。逆女，闹这么久还没闹够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赵母心疼的把赵若安从地上拽起来，给他拍了拍膝盖上的土。小何，你们孩子都有了，怎么就不能安稳过日子呢？我冷笑一声，伸手摸了摸小腹，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。没孩子是不是就不用结婚了？话刚说完，妈妈一巴掌甩我脸上，她眼眶含泪，打我的手微微颤抖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到底在闹什么？这些年若安对你怎么样，我们可都看在眼里。苏和你就不怕遭报应？说着说着，他就痛哭起来。我刚要说话，就被爸爸抓住头发，他抬脚踹向我的膝盖，逼我给赵若安跪下磕头认错。你把若安害成这样，还不赶紧给他磕头认错？额头重重磕在地上，撞得我眼前一阵发黑，也不知道磕了多少下，直到鲜血流进眼睛，模糊了视线，他才停手。老实点，等伤养好了就跟若安结婚，再拖下去，孩子月份大了，可就藏不住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嘴角扯出一抹笑，颤抖着手指从包里掏出流产单子。孩子我打掉了，这下能不结婚了吧？他们以为有了孩子就能让我妥协，压根没想到我真把孩子打掉了。赵若安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
他一把夺过我手里的流产单子，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没了。不，我不信。他喃喃自语，脸上挂着一抹苍白的笑。小何，你是不是生气才故意骗我的？我知道错了，小何，你别拿孩子开玩笑啊。他声音颤抖，根本不敢相信我真把孩子打掉了。你那么喜欢孩子，怎么可能舍得打掉呢？肯定是骗我的。没错，他知道我有多盼着这个孩子。以前我们满心期待孩子降临，我亲手画了婴儿房设计图，还和赵若安一起把房间布置得妥妥当当。为了让孩子能健康长大，市面上的奶粉我都喝了个遍，挑出最好的一款，甚至还报了育儿培训班，为孩子出生做足了准备。别说赵若安不信，就连我自己都想不到，我真能狠下心打掉这个孩子。我冷笑一声，双手撑地，艰难站起来。孩子没了，从今往后我俩再没关系。这话一出口，众人才回过神。赵母慌乱地抓住我的胳膊，瞅瞅我平坦的小腹，这才信了我刚才说的话。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我儿子怎么办啊？苏荷，我儿子因为你才得抑郁症，你得对他负责。又是这句话，我狠狠甩开他的手，猛地看向赵若安。当初我被绑架，警察早就埋伏好了，准备救我，谁知道你突然冒出来要换我，把整个计划都毁了。赵若安，我确实感激你把我从绑匪手里救出来，可这不代表我得背着这莫名其妙的恩情过一辈子。这件事在我心里憋了好多年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想替赵若安讨公道就去找绑匪啊，魏石魔非得缠着我不放。这话一说，众人脸色都变了。赵若安神情愈发脆弱，我看他状态不对，深吸一口气，放缓语气，我们好聚好散吧，我相信傅医生肯定能治好你的病。说完，我拎起行李箱就走，众人还沉浸在这消息里没缓过神，等反应过来，我已经走远了。一路上，爸妈不停地给我打电话，发了好多道歉短信，我没怪他们，毕竟我之前那些行为，在正常人眼里确实是忘恩负义。虽说赵若安抑郁症和我关系不小，可这些年我自问做的够多了，他心里既然没我也没必要死皮赖脸待着。除了爸妈的消息，更多的还是赵若安打来的电话，我拉黑他号码，他就换别的号码打，被骚扰的实在受不了。我终于接通，打算跟他讲清楚。小何，我知道你在气我跟傅思然的事，我已经把他辞退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婚礼那天我不该扔下你，我求求你了，小何，别不要我。听到这些话，我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，错都犯了，哪是几句道歉就能弥补的？赵若安，抑郁症可不是你背叛感情的借口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这些年他和傅思然相处的事一件件述出来。我俩分开不是因为这一件事，而是这些年所有让我失望的事攒一块了。你打着治好抑郁症的幌子，让傅思然名正言顺住进我们家，他一次次跟我对着干，你不仅不帮我，还默认他的行为，这种事太多了。赵若安，抑郁症不是你出轨的幌子，你明知道自己跟傅思然太亲密，却还是任由他这么做。精神出轨跟肉体出轨没什么区别。说完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或许是心里过意不去，爸妈坚持要我搬回家住。吃饭的时候，他俩小心翼翼地观察我的表情。我大大方方跟他们讲了不同意结婚的原因。他们从来没去过我家，根本不知道傅思然这个心理咨询师居然和我们一起生活，太不像话了。那是你们小两口的家，他怎么有脸搬进去住啊？妈妈气得大骂，要不是我拦着，他都想冲过去撕烂傅思然的脸。小何，爸妈对不住你，作为父母莫站在你这边，还动手打你。爸爸看着我依旧红肿的脸，堂堂大男人哭得满脸湿泪。我挺无奈的，这事本来就不怪他们，是我莫把真相说清楚，才造成这场误会。突然程玉轩打电话来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苏荷，赵若安跳楼了，她不肯手术，吵着要限你。我手一紧，来不及多想，拿上车钥匙就往外冲。等我赶到医院，刚推开病房门，就被一巴掌扇懵了。傅思然气得满脸通红，指着我的鼻子就骂：苏荷，你是不是非要把若安逼死才甘心？你在电话里跟他说了什么，让他心灰意冷从楼上跳下去？我的目光落到他身后的赵若安身上，只见他浑身是血，两条腿扭曲得很诡异，看到我眼睛一下子亮了。你看看他现在这样，你满意了吧？苏荷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
我好不容易把他心态调整好，你一个电话就把他害成这样，事到如今我也不想忍了，抬手就挨了他一巴掌。赵若安跳楼，你急什么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老公出事了呢。听到我这话，赵若安赶忙摇头，想跟他撇清关系，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。小何，你千万别误会。看着他疼得脸色煞白，我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叫来医生把他推进手术室。你别走，在外面等我好不好？我微微抬起下巴，没回应他这话。就在他刚被推进手术室，我转身就走。程玉轩见状，立刻挡在我面前，气冲冲地说：你把若安害成这副鬼样子，还想拍拍屁股就走人？听到这话，我觉得好笑，是我把他推下楼的吗？他变成这样，难道不该怪他自己？话刚说完，傅思然愤怒地冲过来，我眼疾手快，在他动手前，一脚踹在他胸口，把他踹得一个趔趄。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倒先对我动手了。傅思然，我们家这些年给你那么多钱给赵若安治病，怎么这么久了，病情没好反而加重了？傅思然一直标榜自己是金牌心理咨询师，把自己包装成海外留学回来的高学历人才，每个月光他工资就80万。可他给赵若安治了这么多年病，一点效果都没有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这下赵母看他的眼神也不对劲了。这些年我儿子的病一直是你在照顾，他身体到底什么情况？傅思然眼神慌乱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我冷笑一声，当初是赵若安点名要你做他心理咨询师，还说你是留学回来的顶尖心理学博士，证书呢？大家都跟着起哄，叫嚷着让傅思然拿出证书。看他急得满头大汗的样子，谁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？好啊，你个骗子，难怪我儿子这些年病情没好转，原来是被你这个贱人骗了。赵母火冒三丈，尖叫着朝傅思然扑过去，用力扯他的头发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你有打他的功夫，不如想想赵若安为什么把他带回家。说完，我拿出这段时间收集的资料，摆在大家面前。你们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愿嫁给赵若安吗？这些就是答案。傅思然看清照片，一下子慌了，扑上去想抢走照片，却被赵母死死抓住头发。怪不得小何好端端突然要取消婚礼，原来是你这个小贱人插足他们感情。呸！赵母狠狠啐了一口，抓起那些拍下他俩亲密瞬间的照片，甩在傅思然脸上。尖锐的照片角划破他的脸，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。我没心思看这场闹剧，转身就走。赵母却突然跪下，抱住我的腿，哭的那叫一个凄惨。小何，我知道若安对不起你，可你先别走，起码等他做完手术，看到你再走也不迟啊。他是犯了错，可他有抑郁症，要是醒了看不到你，再做傻事怎么办？我深吸一口气，蹲下身，掰开他的手指。他发生什么事都跟我没关系，你有跟我说这些的时间，不如去给他找个好点的心理医生。该说的都说了，不等赵若安手术做完，我就离开了医院。要做的事太多了，我的时间不能都浪费在赵若安身上。我找了份工作，每天朝9晚6，日子过得很充实。赵若安没再出现过，我也很久没听到她的消息。听爸妈说，赵母带她去国外看病了，生活就这么有条不紊地继续着。再次听到她的消息，是傅思然寄来的结婚请柬，她要和赵若安结婚了。看着请柬，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兜兜转转，最后嫁给赵若安的居然是傅思然。我没去参加婚礼，只是托程玉轩给他们送了礼金。程玉轩看着我，眼神很复杂，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有很多话想说，最后只说了句抱歉。我笑了笑，接受了他的道歉，都是误会，解开了，大家还是朋友。这些年为了治好赵若安的病，我放弃了自己的爱好，整天围着他转。现在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，再次瞧见赵若安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和分开那会儿相比，他瘦了好多，身上骨头都凸出来，肋骨清晰可见，衬衫穿在他身上显得空荡荡的。他一看到我，眼里瞬间亮起光，下意识朝我小跑几步。小何，可看到我脸上礼貌又疏远的笑容，他停住脚步，才想起如今我俩的关系。你的病治得怎么样了？听我主动问起病情，赵若安激动的说话都不利索了。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医生说只要不受到刺激，按时吃药就不会发病。他这病跟我总归有些关系，现在看他病情好转，我打从心底为他高兴。小何，
我知道这些年自己干了不少糊涂事，还因为病拖累你这么久，真的很抱歉。赵若安神情低落，听他又提起过去，我的思绪不禁有些飘忽。我承认，在处理你和傅思然的事上，我有失偏颇，为了一时刺激伤害到你，是我对不住你。你说的对，抑郁症不是我出轨的借口，精神出轨比肉体出轨更可恶。我不敢奢望你原谅，只求你给我个道歉的机会。我轻叹一口气，嘴角浮现一抹释然的微笑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听说你和傅思然结婚了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贱人，我就知道你还惦记着若安，她都结婚了，还缠着她不放。突然，一道尖锐的女声从身后传来，我惊愕回头，就看到傅思然巴掌狠狠扇过来。我哪还会惯着她，在巴掌落下前抓住她手腕，抬头就回了她一巴掌。清脆的巴掌声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。傅思然捂着火辣辣的脸，不敢置信地叫嚷：“你居然敢打我！赵若安，你就眼睁睁看着他打我！”听到他的指责，赵若安疲惫地揉揉眉心：“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从结婚那天起，你就断了我的社交，不让我跟任何朋友联系，甚至为了抹去苏荷生活的痕迹，把家里全推倒，重新装修，这些我都依着你。可你为什么还闹？我只是偶然碰到他，打个招呼而已。傅思然，你是不是非要把我逼死才甘心？”同样的话，对象却不一样了。我静静站在一旁，看着这对怨偶相互指责，心中满是感慨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我才是你老婆，你要是再敢跟他有半点关系，我饶不了你们。傅思然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拽着赵若安匆匆离开。我眉头紧皱，以前傅思然可不是这性子，怎么结婚后变化这么大？不过我也没多琢磨，只把今天偶遇他们当做生活中的小插曲，日子依旧有条不紊地过着。妈妈给我安排了相亲，对方在事业单位工作，为人沉稳温和，是个适合结婚的对象。在妈妈撮合下，我们开始接触，偶尔一起吃饭、看电影，感情也逐渐升温。和跟赵若安在一起时不同，她会时刻照顾我的情绪，不会随便朝我发脾气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懂得和异性保持距离。确定关系后，不管她去哪，总会主动给我打视频报备。要是饭局上有异性，都会拉着我一起去。就在我们开始商量结婚事宜时，一个打击突然降临，无数张我的私密照片被贴在我公司楼下，大大的小三字样吸引了无数人围观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只觉眼前一黑。围观的人看到我，对我指指点点，原本熟悉的同事也都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。毕竟小三无论何时都是遭人唾弃的，平时看着挺正经艺人，没想到居然当小三，呸！破坏别人家庭，真不知道这种人怎么还能留在我们公司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愤怒地冲上去把那几张照片撕得粉碎。可在他们眼里，我这举动反倒像是欲盖弥彰。这时傅思然突然从公司冲出来，看到我眼中闪过一丝得意，紧接着就委屈地哭起来。大家给我评评理啊！我老公有抑郁症，为了治好他，我去考了心理咨询师，陪他治了3年病，好不容易把病治好，这个女人就来勾搭我老公。就算她是我老公前女友，也不能这样啊！我跟我老公都结婚了，她还缠着不放，这不就是小三行径吗？人们总是下意识同情弱者，看到傅思然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顿时激起了公愤。一群人指着我怒声叫骂，就连老板也失望地摇头，让我赶紧收拾东西走人。我紧握双拳，面对众人的咒骂，脊背依然挺得笔直，看着傅思然嚎了半天，一滴眼泪都抹掉，只觉得可笑。你已经严重影响我的生活，报警吧，是非对错一查便知。说完，我立刻拿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。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傅思然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但还是强装镇定，冷笑地看着我：“你勾引我老公，居然还有脸报警，那就让大家都看看你是个多不要脸的女人。”警察出警速度很快，我把傅思然的所作所为如实汇报。为了不影响社会风气，我们俩都被带回警局。一路上，傅思然不停地哭诉我如何破坏他家庭，连警察都被他哭烦了，直接给赵若安打电话，让他过来问话。看到赵若安匆忙赶来，傅思然得意地朝我挑挑眉：“等着吧，今天我一定让你身败名裂。”话刚说完，赵若安一脚踹在他小腹上，疼得他瘫倒在地，抱着肚子不停哀嚎。我的话你是一句都没听进去是吧？你到底要闹到什么地步才肯停？
赵若安情绪激动，抓着傅思然的头发崩溃怒吼：我就是看不惯你心里还有他，明明我才是你老婆，可你心里一直想着他。傅思然声音虚弱，突然我注意到他腿间缓缓流出鲜血，顿时瞳孔一缩，赶忙叫警察，他好像流产了，赶紧送医院。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慌了。赵若安抱着他的胳膊微微颤抖，刚才那一脚踹在小腹上，这孩子怕是保不住了。显然傅思然也想到这点，崩溃地捶打着他的肩膀。我的孩子要是没了，我跟你没完！大家不敢耽搁，赶紧坐上警车送他去医院。我没跟着去，泼在我身上的脏水已经洗清，警局也派了几个警察跟我去工作单位，向大家证实我的清白。一场风波就此平息。当天晚上，程玉轩给我发消息，傅思然肚子里的孩子没保住，被赵若安那一脚踹掉了。他醒来得知这个消息，和赵若安大吵大闹，最终刺激到他，导致抑郁症复发，从医院天台跳了下去。这次没上次那抹好运，摔到了脑袋，当场死亡。傅思然亲眼看着赵若安死在眼前，一夜之间痛失2个挚爱，当场就疯了。若安临死前让我转告你，他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。我沉默了许久，良久，释然一笑，伸出手戴上求婚戒指，迈进婚姻殿堂。来喽来喽，2本一起看。我的血压先上车。第一本是白月光回归加万之马蜂教育法宇宙级修罗场，老公一句教你做妈就把蜂群往小孩房一丢，还逼写1万字道歉，结果发现关错人，女主在茶亭冷眼旁观。我只想边吃瓜边报警，长辈清醒，渣男逆天，白莲花演技满分，整段只能说年度最强风暴。第2本直接开大绝，婚礼现场新郎跟心理咨商师私奔式离场，女主当场撕婚纱砍合照，果断清仓情感资产，后续还被父母与舆论轮番道德绑架。更离谱的是金牌咨商师疑似假证家日常介入，渣男一边喊你是我唯一的留恋，一边抱他去风商。这波操作我笑到变形，体感像抓马直播加社会实验，前者主打白月光洗脑，家族反手断亲分家产的连续暴击，后者是道德绑架，精神出轨比肉体更恶，清醒止损的教科书级反扑。看完只想说，这些人设不去选秀真的可惜，嘴炮跟脑回路都能出道。桑宁，下一步请把茶亭围观升级成法庭拉满，你的清醒值已满格。苏荷，你这刀法太利落了，再补一刀叫自我热爱，人生直接无痛重启。